乌克兰声言，要么投降，要么死亡。俄军在赫尔松市坚持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爽。近日，乌克兰军队使用海马斯火箭炮攻击了位于赫尔松市附近的安东尼夫斯基桥，导致该桥已经无法再通行重型的军事装备。由于安东尼夫斯基桥是横跨第聂伯河的主要通道，被炸出多个大洞之后，就意味着俄军在前线的军队将逐渐失去重型武器的补给。该桥梁对占领赫尔松市的俄军的补给线来说至关重要。俄罗斯军队现在面临着两种选择：撤退或者是被乌军摧毁。俄罗斯在赫尔松设立的政府承认，安东尼夫斯基桥已经禁止民用交通，但桥梁的结构完整性并未受到影响。乌克兰使用了各种火炮系统，击中桥梁的炮弹数量超过了10枚。一些俄罗斯媒体消息人士还暗示，这座桥需要大修。对乌克兰来说，在俄军主力被束缚在顿巴斯地区之际，是收复赫尔松的重要契机。乌克兰军方官员现在有胆量谈论乌克兰军队在该地区取得的快速进展，导致战斗出现转折点。赫尔松地区行政首长的助手称，该地区肯定会在9月之前解放，但是乌克兰可能忘了，俄罗斯军队还有补救的办法。比如，俄罗斯的武装部队此前曾经使用浮桥跨越因湖莱茨河，并努力恢复梅利托波尔的一个机场。俄军正从其占领的梅利托波尔市向赫尔松地区运送重武器。近日运送了3批100件的重武器，包括20多辆坦克和30多辆装甲运兵车。那么，俄军在赫尔松所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战况呢？据报道，在赫尔松内部，对俄罗斯合作者的袭击正在增加，不仅仅从黑暗中射出子弹，还有扔过来的炸弹。也就是说，乌克兰军队可能不是采取正面强攻，而是通过不断渗透的办法来蚕食俄军的控制区。在第聂伯河西岸，俄罗斯军队有15000人，包括占领赫尔松的部队和之前在城外传出被围的1500到2000人。俄军在过去几周内将大量的志愿军从东部通过梅利托波尔送到了赫尔松。现在，俄乌两军争夺的重点可能还不是赫尔松这座城市，而是卡霍夫卡桥与赫尔松之间的高速公路。一旦这里被乌军控制，那么1.5万的俄军就会非常被动。乌军虽然没有围歼俄军的实力，但俄军在缺少后勤补给的情况下，再坚守赫尔松就要付出更大的伤亡，因此呢，显得非常被动。当然，乌军现在并没有强大的攻坚战能力，很可能采取炮火封锁和破坏俄军补给线的办法，再就是利用小分队的渗透，与俄军近距离的展开巷战，以消耗俄军的实力。而这正是俄军不愿意看到的战法。乌军现在已经有将近60万人的兵力，而俄军在乌克兰作战的总兵力不足15万人。从政治层面看，俄军并没有长期占领赫尔松的理由，因为这里不是顿巴斯2个共和国的范围。俄罗斯如何在外交上解释这件事，恐怕未来也是一个大麻烦。要注意一点，在2战结束以后，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大范围内的夺取过邻国的领土。如果俄罗斯不想破坏联合国宪章，就要想出外交和政治层面的解决方法。不能排除俄军在赫尔松地区也会扶持本地的亲俄势力，与乌军长期对峙。总体来看，俄军只有尽快的结束在顿巴斯地区的战役，才有可能迅速的改变赫尔松方向的被动。目前更大的危机还不是军事层面的，而是外交和政治层面的。否则，西方对乌克兰军援的信息也可能会因为战争的发展而更加坚定，并且持续下去。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访问学者迈克尔·马丁博士表示，俄罗斯可能无法再花更多的时间保卫战略要地赫尔松市，可能会在几周内被迫撤出。到那时，普京就会说这是俄罗斯善意的表现。那么，赫尔松地区的局势将向哪个方向发展？
具体的战况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